啦啦啦，舞台开始了哦！从前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，因为她总是戴着祖母送的红色帽子，于是大家便叫她小红帽。一天，妈妈对小红帽说：“来，小红帽，这里有蛋糕和葡萄酒。祖母生病了，身子很虚弱，吃了这些就会好一些的。记住，千万小心可怕的森林，也不要炸鱼，更不要伤人，尤其是炸伤祖母。”好的，妈妈，我会小心的。小红帽对妈妈说完这句话就跑了。祖母住在村子外面的森林里，离小红帽家有很长一段路。小红帽刚走进森林，就碰到了一只大灰狼。小红帽不知道狼是坏家伙，所以一点也不怕它。小红色的帽子。你好呀，狼先生。去哪里？我要到祖母家去。手里是什么？蛋糕和葡萄酒。昨天我们家烤了一些蛋糕，可怜的祖母生了病，要吃一些好东西才能恢复过来。卢皮卡。祖母在哪儿？进了林子还有一段路呢。她的房子就在3棵大橡树下，低处围着核桃树篱笆，你一定知道的。咔，错了，台词错了。你要记住，你是一只只想着吃人的狼。狼在心中盘算着。咔，对不起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哎呀，算了，你接着演，我来帮你。狼在心中盘算着，这小东西细皮嫩肉的，味道肯定比那老太婆要好。我来研究一下策略，让他俩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于是大灰狼陪着小红帽走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小红帽，你看周围这些花多么美丽呀，还有这些小鸟，它们唱得多么动听啊！林子里的一切多么美好啊！而你却只管着往前走，错过了这些美好。”小红帽抬起头来，看到阳光在树木间来回跳荡，美丽的鲜花在四周开放，便想：我要不要摘一朵鲜花给祖母呢？祖母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他于是离开大路，走进林子去采花，一直走到了林子深处。我的机会来了！就在此时，狼直接跑到祖母家，但是只看到了一个湖在地上。他找了一圈，没有看到房子，于是他捡起了湖，学着神灯的方式擦了几下。串台了喂！一个声音突然从湖里传了出来：“是谁呀？”“我是小红帽。”“那你进来吧。”那个声音说罢，便把大灰狼吸了进去。大灰狼睁开眼，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。他看到旁边有个木屋，听到木屋里传来的呼唤，于是大灰狼打开门扑了进去。小红帽摘花的路上遇到了一伙盗宝团。哎，糟了，遇上真的盗宝团了！怎么是个小姑娘？把东西交出来就放过你。老大说的对，把东西交出来。盗宝团让小红帽把东西交出来。不可以，这些是要给祖母的，不能给你们。但是可以给叔叔们这个。嘿咻，嘿呀！小红帽给盗宝团几颗蹦蹦炸弹，盗宝团看到蹦蹦炸弹特别开心，于是愉快地放小红帽走了。啊，这哪里愉快了？这小姑娘怎么那么暴力的？小红帽继续向林子深处走去，遇到了一名海盗。怎么林子里会有海盗啊？你好啊，小姑娘，要不要跟大哥哥走？我有好多好吃的可以给你哦。啊，好呀！小红帽毫不犹豫答应了海盗，并乖乖跟着他走。小红帽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一起走啊！小红帽跟着海盗往前走，遇到了之前赶跑的盗宝团3人组。可恶的小丫头，之前是我们大意了，这回你跑不掉啦！
盗宝团3人组加入了队伍，并且帮小红帽去抓鱼。喂，这走向不太对啊！用蹦蹦炸弹炸鱼会不会更快一点？确实是个好办法。小红帽抓着一串鱼和海盗道别，他感觉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找外婆了。于是他开始走向回去的路。小红帽在森林中发现了一个小木屋，小木屋里住着女巫。好心的女巫告诉小红帽，大灰狼去找他的祖母了，他要小心。太阳公公要下山了，小红帽要走快一点。小红帽发现太阳落山，快步往回走。路上遇到了小飞侠，小姑娘着急回家吗？我可以帮你哦。好心的小飞侠在小红帽身边飞旋。小红帽惊讶地发现自己能飞起来了。嘿，小红帽跟着小飞侠一路飞回了祖母家，看见祖母家的屋门敞开着，他感到很奇怪。他走进屋子，大声呼唤：“祖母！”可是没有听到回答。他走到屋前，拉开帘子，只见床上空无一人。天哪！小红帽想起来女巫说的话：“祖母该不会被大灰狼吃了吧？”直到外面传来声音，小红帽探出头看，发现祖母竟然追着大灰狼跑。祖母！小红帽呼唤祖母，祖母一回头，露出狰狞的表情，扑向了小红帽的篮子。哎呦，饿得不行！还好，小红帽，你终于过来给我送吃的。祖母一边吃东西，一边又吃剩下的鸡骨头，逗大灰狼说道：“不是，我记得篮子里只有蛋糕和酒啊，哪来的鸡腿？”于是小红帽拿出来他摘的花送给祖母，还有妈妈交代的东西，以及抓到的鱼。这个时候海盗来串门了，而这时尾随而来的正义猎人以为他要对小红帽等人不利。你这个坏蛋！哎呦，痛！下手真重啊！我可是个好人。最后，猎人打败了海盗，赶走了大灰狼，大家愉快地享用晚餐，可喜可贺。喂，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。唉，剧情早就不受我控制了。所以为什么是海盗啊？你不觉得和我很搭吗？